大家好，今天咱们来看一下改装拾音器的输出线。这个是一套双线圈拾音器，它是Tom Doyle 做的，手工做的 True Clones。这个拾音器呢，是因为 Tom Doyle 是 Les Paul 生前的技师，所以这个拾音器啊是 PAF 手工拾音器里边评价比较好的一款。它跟其他的很多 PAF 类的拾音器一样，因为这类拾音器它标榜的就是最传统、最正统的 Les Paul 音色嘛，所以说这类拾音器也像老式的 Gibson PAF 一样，它用的是这种双线输出，也就是只有线芯儿和外层的屏蔽层。可是我现在想做的一把琴呢，我想做双，但是用到Freeway 的这种6档，也就是说，它是这样3档，然后还可以这样3档。这种拨档呢需要4线制的拾音器，所以我现在需要把这个 PF 改成4线制，咱们看看它怎么做。双线圈拾音器嘛，它的内部是2个线圈，每个线圈都有它的始端和终端，也就是在缠绕的时候，绕在最里边的刚开始缠绕那个叫始端，然后绕完了出来的那根叫终端。所以实际上2个线圈应该有4个线头，然后根据这2个线圈的磁芯的磁性，我们把它称为南极线圈和北极线圈。所以呢，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把这4个线头全都输出出来，这样就能得到一个4C 拾音器，能实现后续的电路改装的各种可能性。首先呢，得把这个壳拆开，这也是个小技巧吧，就是说你想把这块焊锡完整的用吸器吸掉，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稍微一加热它会往里边流，所以实际上比较简单的办法是直接的把它割开。现在我们除一下焊锡。现在咱们把这个线圈的线轴卸下来。拆开之后呢，咱们看到有2个线头是被拧在一起，然后用热缩管封上的。这个呢，按一般的双线圈拾音器的连接，这2个是各自它们线圈的线圈终端，是吧？终端接在一起，然后用每个线圈的这个始端，一个作为信号，一个作为接地。它是这么去做的，所以咱们现在只需要判断一下每个线圈的极性，这就需要用到一个特殊的小工具——磁极检测。按常规来说呢，这个可调整高度的这一端呢，它应该是南极。咱们把它放回去看一下。它的上面是翻转的是黑色，所以按这上的指示呢，黑色代表着南极。所以注意这块磁铁的极性一定不要搞错。在操作的时候呢，
注意别把它弄反掉。还有这个工具是 StillMac 的一个专门的拾音器检测工具，大家呢可以直接去 StillMac 网站购买，也可以在我们九和的淘宝店还有我们的网站去买到它。这个是4芯的拾音器输出线，咱们现在的操作就是要把这4个线头分别把它转换成这根线，然后作为输出线。这里呢我用了比较常见的 Seymour Duncan 的输出线的颜色定义，具体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现在线咱们连接好了，注意要把这些线头都用热缩管把它绝缘起来。最后别忘了把这根裸线要焊到拾音器的金属底板上。好了，现在咱们线就焊好了，下一步呢就是要把它装回去。这些线头呢都要夹在2个拾音器的线圈之间。好了，最后把外层的这个绝缘胶带把它缠回去。最后一步呢，是我们要用烤枪把这个拾音器整体的加热一下，热风枪也叫烤枪，因为里边毕竟把它拆过了之后，它可能有些蜡封会，拾音器线圈咱们知道它要进蜡的，那个蜡封可能会稍微有松动，所以用热风枪把它烤一下，让它的蜡封呢重新的
恢复到固定的状态。那一步我们稍后收拾一下再做。总之，基本上现在就改装完了这一块拾音器。然后，因为这个拾音器的输出线的内部它是已经把那个气包线转成了那种细线，所以它在操作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容易。但是有些拾音器如果是直接把这个线去跟气包线去对接的时候，操作呢就要注意控制焊台的温度。所以其实这个活呢有点麻烦，但是并不怎么太难。好了，那今天就到这里。